医生解剖1500名脑梗死者，研究发现，易患脑梗的人有6大共性。55岁的郑先生是一名工程师，他的工作加班加点是家常便饭，经常忙得脚不沾地。1个月前的一天，郑先生正在和同事执行一项重要的工程任务时，突然晕倒。同事们赶紧将他送到医院，并通知了他的家属。经过医院的紧急抢救之后，医生告诉郑先生的妻子和几个同事说，郑先生的这种情况是脑梗。当时大家都一脸的不可置信，都表示郑先生看起来没什么异常。接着，医生询问了郑先生平时的生活饮食情况。郑先生的妻子表示，他经常晚睡，有时候忙起来顾不上吃饭。然后医生表示，郑先生需要休养并配合医院的治疗，并表示像郑先生这样忙工作的过程中突发脑梗的情况，他们医院见得很多。同时，医生还向郑先生的妻子和同事讲解了一些脑梗的相关知识。有这些表现要小心脑梗。脑梗又叫缺血性脑卒中，它是由于脑部一处或多处供血发生障碍，从而使脑组织发生坏死的现象。脑部是人体的重要器官，一旦发生脑梗，对人的危害是很大的。轻则导致人一些正常功能受限，生活受影响，重则可能导致死亡。脑梗这种疾病一旦发作，总会让人感觉来势汹汹，猝不及防。其实脑梗和其他疾病一样，在发作前身体都会出现一些征兆。如果身体经常有以下表现，就需要当心了。第一，经常头晕。头晕这种情况很多人都有过，有时候因为劳累或者没有休息好，就会出现头晕的现象。但大多数时候，只要自己注意休息调整，头就不会晕了。但如果总是莫名其妙的头晕，甚至还有晕眩感，这时候就需要引起重视了。它很可能是因为脑动脉供血不足引起的。所以，如果经常感到头晕，就要及时上医院做一个脑部检查，千万不能仅仅当作普通的头晕对待。第二，嗜睡。生活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有些人总是精神不振，哈欠连天，这样的人总是给人懒懒散散的印象。事实上，他们之所以有这样的表现，是因为他们大脑出现了缺血缺氧的症状。充沛的精力是需要大脑有充足的血氧供应。而有些人之所以总是感到疲劳、想睡，是因为大脑企图通过哈欠和睡眠的方式恢复供氧，但可惜的是，氧气总是供应不上。因此，如果自己或身边人经常哈欠连天、嗜睡，就一定要警惕了，这可能是脑梗即将要出现。这时候一定要及时上医院进行针对性的检查治疗。第三，身体发麻。人的身体每天都要进行各种动作或活动，无论是肢体的运动还是细微的神经活动，这些都离不开大脑的指挥。如果大脑供血出现不足，我们身体的活动就会受影响。其中身体发麻是一个重要的表现。由于脑神经非常丰富，因此脑部的不同部位发生梗塞，身体出现麻木的部位也不一样。因此，如果经常有短暂性一侧肢体麻木、面部麻木、头部麻木的现象，就一定要上医院检查。这很可能已经出现了脑梗的现象。二，哪些人易患脑梗？一直以来，人们都觉得脑梗是属于老年病，因为老年人血液循环速度减慢，血管弹性变差，因此容易造成脑部血流不畅，进而诱发脑梗。然而现如今，随着工作生活节奏的改变，越来越多的青壮年人也患上了脑梗。那究竟什么样的人更容易患脑梗呢？为了弄清楚这个问题，有医生曾解剖过1500名脑梗死者，他惊讶地发现，容易患脑梗死的人通常都有以下6个特征。一，有三高。日常体检中我们总是会血压、血脂和血糖，而且只要3项指标不正常，医生就会提醒我们警惕。因为3项指标偏高，虽然初期身体没有明显的症状，但长期得不到控制，就会引发其他心脑血管疾病，而脑梗就是其中之一。这主要是因为有三高的人，相对于普通人来说，他们的血管的张力通常会减弱。这样的情况下，血管就非常容易硬化，进而影响脑部的正常供血，久而久之就容易诱发脑梗。二，常吃垃圾食品。垃圾食品通常是指高油、高糖、高盐、高脂肪的食品。如今很多年轻人爱喝的奶茶、爱吃的甜点、加工肉类等都属于不健康的垃圾食品。之所以垃圾食品容易造成脑梗，是因为这些垃圾食品中含有很多如亚硝酸盐、
黄曲霉素、反式脂肪酸等对人体有害的物质。这些物质由于不容易代谢，就会聚集在血管中，长此以往就会堵塞血管，进而导致血流不畅，引发脑梗。3. 经常吸烟。长期吸烟的人相比不吸烟的人本身就容易有很多身体健康问题，这其中的罪魁祸首就是烟草中的尼古丁。烟草中的尼古丁不仅会让人上瘾，而且它还会加速人体血管的硬化，这就是吸烟的人更容易发生脑梗的原因。除此之外，吸烟还会引发呼吸道、消化系统以及肿瘤等疾病。4. 久坐不动。如今由于工作中的体力劳动减少，以及交通出行越来越便捷畅通，这样一来，人们的活动量也就大为减少。然而，经常久坐不动也是脑梗的一大诱因。之所以会这样，主要是因为久坐之后，由于人的身体是静止的，这样一来，全身血液循环会受限，这样一来，大脑的供血、供氧就会受影响，久而久之就容易发生脑梗。5. 忽视体检。而且我们身体很多疾病的发生都很隐蔽，比如脑梗，它的前兆很多时候都是不容易察觉的。如果我们不去体检，就容易忽视一些先兆症状，从而错过最佳干预期。所以，我们经常容易看到一些平时看起来身体还不错的人突然发生脑梗，这里面一定有很多人是忽视日常体检的。6. 暴躁易怒。人人都有情绪激动的时候，偶尔的情绪激动不会对身体健康有影响，而那些经常发怒的人却是脑梗的高发人群。之所以会这样，主要是因为人在情绪激动的时候，交感神经容易被激活，血压容易升高。如果交感神经长期被刺激，久而久之就会伤害脑动脉，从而诱发脑梗。3. 如何预防脑梗？脑梗是一个非常凶险的疾病，一旦患病之后，康复治疗、护理对家庭来说都会是不小的经济负担。而且以目前的医疗水平，脑梗不可能完全治愈，患者如果不注意，随时都有复发的危险。因此，为了我们自身的健康以及家庭的幸福，最好是预防脑梗的发生。而想要预防脑梗，就要做到以下几点：要控制好三高，因为有三高的人，相比于常人，他们的血管要更加脆弱，而脑梗发生的根源也在血管上。要想预防脑梗的发生，就要把三高控制在正常范围内。而要想控制好三高，就要做到合理饮食，控制高糖、高油、高盐的摄入，并且还要注意按时吃药，要定期进行心脑血管的相关检查。定期进行相关检查对有心血管疾病的人来说非常重要，因为心脑血管疾病的发展具有不确定性，定期进行相关检查就可以有助于及时发现心脑血管病变的苗头，并及时干预。因此，想要避免突然发生严重的脑梗，平时仅注意监测血压、血糖等还不够，还要定期做心电图、脑电图、血管造影等检查。要学会劳逸结合，现如今脑梗发病率增高和人们工作生活压力大不无关系。很多人为了做好工作，经常睡眠不足、焦虑紧张，但经常焦虑紧张又容易诱发脑梗。为此，我们要学会合理安排工作和生活，在工作之余要学会通过运动、听音乐等方式放松身心。另外，还要注意情绪的稳定，有问题及时和他人商量，遇到不如意的事情要以平常心看待。只有我们保持内心平静稳定，才能更好的预防脑梗的发生。要戒烟忌酒，很多男性都有抽烟喝酒的习惯，这是因为很多男性都把抽烟和喝酒看成是缓解压力的方式。同时，在很多男性看来，如果不抽烟不喝酒，就很难融入大的交际圈。但是香烟中的尼古丁和酒精恰恰对血管有伤害，这也是男性更容易发生脑梗的原因。因此，为了预防脑梗发生，广大男性一定要想办法戒烟。为了能够更好的戒烟，可以向医院的戒烟门诊寻求咨询，酒可以适当的喝一些，但是一定要控制好饮酒量。结语：脑梗是心脑血管疾病中比较凶险的一种疾病，而且目前虽然有溶栓、药物和手术的治疗方法，但是这些方法都不能彻底根治脑梗。也就是说，一旦患上脑梗，无论是自身还是家庭，都会陷入无限的煎熬之中。当前，我国脑梗的发病率呈逐年增高的趋势，这和人们当前的工作生活环境、习惯等关系密切。脑梗的发生并不是一朝一夕的，而是长期忽视身体保健之后累积起来的结果。
因此，为了避免脑梗的发生，我们就要密切留意自己的身体状况，控制好情绪并养成好的生活习惯。